虹吸壶咖啡在100年前曾经非常流行，但如今正被遗忘。想在咖啡馆喝一杯虹吸壶咖啡已经变得很难，或许人们已经忘记了酒精炉的安全使用方式，并认为虹吸壶的操作是繁琐的和效率低下的。其实这都是误解。虹吸壶咖啡作为最具有蒸汽朋克风格的咖啡冲煮方式，酒精炉是最符合调性的搭配，但问题正出在这。常见的虹吸壶炉具有2种，第一，类似实验室的酒精灯，缺点是加热效率会很低；第二，光波炉，缺点是依赖电力且笨重，没有便携性。所以我决定亲手制作一款高效、颜值兼备的酒精炉，让虹吸壶咖啡回到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平时喝完的易拉罐不要扔掉，它非常适合用来制作酒精炉。首先要去掉易拉罐的漆膜，脱漆有利于酒精炉的热传导，而且铝材本身的颜色也非常好看。但脱漆剂对某些易拉罐不起作用，需要把易拉罐放进高压锅蒸煮20分钟，破坏漆膜后就可以正常脱漆了。然后把罐体分为上中下3段，一个易拉罐刚好做一个酒精炉。上部钻一个圆孔，这是酒精炉的注入口。中部做成卷筒夹层，这是用来制作酒精炉的气压室。加压装置我用的是铜管，铜管穿用麻绳作为毛细管。然后卷成螺旋状，贯穿气室固定。涂上助攻胶密封，铜管受热后产生的气体会从2端流入气室。然后炉上打上12个燃气孔，并在桶底开几个小口，方便酒精流入气室。最后一步是合体。一个简单精致、独一无二的酒精炉就完成了。我简单说一下酒精炉的原理吧。这是炉的截面图。当点燃酒精炉，铜管受热气化，酒精气体流入气室，随着压力增大，气化的酒精会从燃烧孔喷射出去燃烧。下面我们一起看看效果吧。当酒精炉点燃的一刻，蓝色的火焰冉冉升起，太治愈了。有了这个炉，我能随时随地品尝香醇的咖啡。每天忙碌过后，亲手煮一杯咖啡也是非常解压的。这样的酒精炉便携和高效，平常的医用酒精就可以作为燃料。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不妨做一个备用，无论居家旅行、应急避难都会是好帮手。因为酒精的易挥发，酒精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如果操作不当，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。首先，使用酒精炉时必须准备湿毛巾，如果不小心把酒精打翻，用湿毛巾隔绝空气就可以扑灭。第二，酒精燃烧时的颜色比较浅，加注酒精时必须留心观察。酒精燃烧时加注酒精可能会引起爆炸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待酒精炉完全熄灭后，我们可以用尖嘴瓶少量加注，即使发生意外也能把伤害减低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